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人死去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呢？是震惊、悲痛，又或者是恐惧，可能更多的是无能为力的挫败感。其实这类案例在我的视频当中已经出现过很多次了，有些是因为辐射，有些是因为意外事故，而今天的这个人不小心被困在了地下洞穴，紧随其后的是长达17天的救援，各种方法都试过了，但他还是没能被救起，最终只能被众人围观下慢慢死去。这是一场被数万人围观的失败营救，临死前只有一盏孤灯陪伴着他。令人心寒的是，这名洞穴探险家在死后被下葬了4次，尸体不仅被当成了展品，还遭遇到了偷窃，真的是不得安宁。1887年6月20日，弗洛伊德·柯林斯出生于美国肯塔基州的洛根县，家里的农场就在猛犸洞以东6.5公里的地方。由于猛犸洞是世界上最长的洞穴体系，附近的人从小就知道，肯塔基州的财富不在于土地，而是在地下的洞穴，因此探索新洞穴也成为了人们的日常消遣。弗洛伊德也不例外，他从小就培养了这项爱好，还经常跟随着父亲去猛犸洞酒店，把在地底下捡到的岩石当成纪念品卖给游客。6岁那年，弗洛伊德已经能够独自洞穴探险了。10岁以后，他开始尝试离开既定的路径进行探索。有的时候，他会发现其他探险者留下的皮鞋、战斧、脚印等等，非常的有意思。1910年，弗洛伊德在自家农场的地底下找到了驴洞，成为了当地小有名气的洞穴探险家。他能挤过许多探险家都害怕的裂缝，所有人都说弗洛伊德天生就是这块料。同一年，地质学家埃德蒙·特纳来到此地。他每天都付给弗洛伊德$2，聘请他当自己的导游，走遍该地区的洞穴。果然，他们有所收获。在1912年，埃德蒙和弗洛伊德一同发现了圆顶洞穴，3年后又共同发现了大玛瑙洞穴。在此过程中，地质学家与这位农场主男孩建立下了深厚的友谊。弗洛伊德会教给埃德蒙探索洞穴的基本常识，而埃德蒙则传授给他宝贵的地质学知识。这些经历也让弗洛伊德十分确信，地底下所有的洞穴都是相连的，自己肯定能够开发出更多的新洞穴。而与此同时，肯塔基州在进入20世纪之后便开始了洞穴战争，人们致力于抢先开发新的洞穴，将其打造成为景点，吸引游客。由于利润丰厚，竞争相当的激烈，弗洛伊德也不例外。在1917年，弗洛伊德爬到了自家农场的最高处，无意间发现了地上有一个洞正在冒气，于是他想方设法扩大洞口，发现了自己能掉进一个空腔，这是阻塞通道的关键部分。在进一步挖掘后，弗洛伊德果然发现了一个洞穴入口，没想到发财致富的机会就这么摆在了眼前，这让他欣喜若狂。而且这个洞穴拥有独特的螺旋石和石膏洞穴系统，势必能成为吸引游客的一大特色。于是弗洛伊德把它命名为水晶洞，他说服全家一起出力，试图打造一个美丽的花园。然而水晶洞虽然很美，唯一的缺点就是它太偏了，而且其中有一条必经之路，不仅路面狭窄，还坑洼不平，很少有人敢开车经过。为了解决这些问题，弗洛伊德特地买了一辆车用于接送游客，可事实证明他高估了自己的车技，最后也没有游客愿意绕路来一趟。另外，别的洞穴主人还一个劲地向外地游客宣称水晶洞已经关闭了，去了也是白跑一趟。更过分的是，他们还用岩石挡住了必经之路，手段极其卑劣。本想靠水晶洞大发一笔，没想到一下子陷入了内忧外患的困境，这让弗洛伊德非常的苦恼。于是他痛下决心，必须找到一个更厉害的洞穴，击败竞争对手。这一次，弗洛伊德明白了，无论如何，洞穴必须要靠近主要道路，这样一来，游客在前往猛犸洞的路上，才有机会顺便参观其他洞穴。很快，弗洛伊德找到了一个好地方，该洞穴位于一块农田上，地理位置相当的优越。经打听，农场主人名叫贝斯利·多伊尔。两人协商后达成了合作关系，他们一起将洞穴扩建并打造成为了旅游景点沙洞，往后赚了钱就一起分。只可惜沙洞确实成名了，但是是靠弗洛伊德牺牲性命换来的。为了让游客更容易进入沙洞内部，弗洛伊德每天都会花好几个小时待在里面，想方设法的扩建洞口。1925年1月30日这一天，弗洛伊德和往常一样进入沙洞。这天他只带了一盏煤油灯照明。经过几个小时后，他发现灯在变暗，这意味着他必须要立刻启程，在光线完全消失之前离开洞穴。可不幸的事情发生了，在他出去的路上被困在了一个小通道里面，弗洛伊德还不小心打翻了煤油灯，灯灭了，匆忙之中，一块12公斤的岩石掉了下来，完全压住了他的脚踝，这把弗洛伊德牢牢地困在了原地。
而那距离入口还有46米。直到第二天，合伙人贝利斯的儿子突然意识到，弗洛伊德去了洞穴后似乎再也没有出现过，于是赶紧发动邻居一起四处寻找他，结果都杳无音讯。看来弗洛伊德应该还在洞穴里。消息一出，有不少人都前来帮忙。17岁的杰维尔第一个来到了洞穴找人，可惜他没有什么地下经验，在挤过第一个窄通道的时候就失败了。但在杰维尔的大声呼唤下，终于得到了弗洛伊德的回应，他是被石头困住了。紧接着，洞穴探险家们一个接着一个用尽全力，也没能接近弗洛伊德的位置。他们浑身是泥，回来后连连摇头，这几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与此同时，弗洛伊德被困的消息传播开来，除了救援人员之外，许多工程师、地质学家和外地的洞穴探险家也特地前来帮助他。目前的情况就是能联系到弗洛伊德，但外面的人没有办法把他救出来。至于就如何救人的问题，洞外的围观群众还发生了争执。此时，弗洛伊德的弟弟河马闻讯赶来，设法进入洞穴，来到哥哥头顶上方3米的位置。虽然知道大概是什么情况，但艰难程度还是把河马吓坏了。他带了一些香肠、咖啡和面包扔给了哥哥。本来河马想替哥哥移除掉一些碎石，而取而代之的是新的碎石从上面掉下来，他只好先原路返回。据相关人士分析，肯塔基州的大多数洞穴都是由固体石灰石溶解而成的，因此无论大小都相对安全。但相比之下，沙洞是一堆岩石和石灰石分解块与泥浆填充在一起的，与其说是洞穴，还不如说是一个隧道。顶部基本都是松散的碎石组成，随时都有掉落的可能，所以进去救援的人也承担着巨大的风险。在休息了几个小时之后，河马再度启程。这次他试图用一根撬棍移除掉压在哥哥胸口上的石头，但都无济于事。此时河马也已经精疲力尽，凭借最后的力气回到了洞口。实际上，洞口每天都聚集了大量的人前来围观。有想来帮忙的，也有单纯看热闹的，就连小贩们都赶过来向围观的群众兜售食物、饮料和纪念品。人们在这里安营扎寨，等待最新的消息。据不完全统计，最多的时候，洞口前面聚集了至少5万人。1925年2月2日，外面的人总结了一项救援计划。他们使用套马的碗具、绳索，再加上众人的力量，试图将弗洛伊德从洞穴里面吊起来。只可惜计划宣告失败。弗洛伊德的躯干被往上拉的过程中，脑袋撞到了岩石顶部，人没有救成，还受了伤。再三考虑之下，救援人员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身后的岩石全部挖掉。可是这段路程也许对弗洛伊德来说很轻松，但每一个尝试穿过该洞穴的人，满脸都写满了疲惫与恐惧。河马也从一开始的信心满满，开始变得绝望无力。他曾经拜托过10几岁的男孩进入洞穴传递食物，但后来发现东西只能被塞在洞穴当中的缝隙里面。而且不光是这些小孩，一些成年男子也都自告奋勇要带补给品进入洞穴。但任务失败后，他们习惯性的撒谎，安慰他弗洛伊德的精神很好，还吃光了所有的东西。而实际上，除了河马之外，他们都没能和弗洛伊德说上话。此时，一位在路易斯威尔新时报的记者威廉米勒出现了。谁能想到，这个长了张娃娃脸的小记者，竟然能采访到被困的弗洛伊德？威廉在报社里面从来都没有什么存在感，但他听说有人被困于洞穴当中，立刻赶到了现场。听说了他的来意后，河马也没他当回事，指着洞口对他说要想新闻就自己下去。没想到身材瘦小的威廉竟然做到了，他成功挤过狭窄的通道，虽然整个人被岩石压得喘不过气，但事实证明小的体格更适合洞穴生存。威廉用手电筒照亮了眼前这个人，此时的弗洛伊德脸色惨白，嘴唇发紫，神情痛苦。他简单的问了几个问题之后，便把答案记在心里。就这样，威廉往返了好几次，除了带一些补给品，他什么都做不了。但他清楚地记得自己是怎么来到弗洛伊德身边的，因此深知救援工作有多么的不容易。而想要把眼前的这个男人营救出去，恐怕是比登天还要难。2月5日，国民警卫队指挥救援行动，开始建造竖井营救弗洛伊德。可光是竖井的位置就商议了大半天，而且为了保证弗洛伊德的安全，钻机、炸药、电铲、封钻等工具都是不能用的。矿工们只能用铁锹和铲子一点一点地开辟救援通道，进展得非常缓慢。令人心寒的是，到了2月8日，竖井已经有7米深。但由于救援工作迟迟没有进展，许多记者为了争夺头条，纷纷杜撰假消息，以此夺人眼球。一时间谣言越来越多，由于见不到真人，有人甚至开始怀疑弗洛伊德压根就没有被困在里面，完全就是商业噱头。谣言愈演愈烈，有人说弗洛伊德进入洞穴后被人杀了，还有说弗洛伊德每晚都会从洞穴当中偷偷出来透气。总之，当一场悲剧、骗局、谋杀案挂钩，真实性便开始让人琢磨不透。因此，现场的许多志愿者也都自发离开。一方面确实是无能为力，帮不上忙；而另一方面，他们恐怕也没法确定这到底是不是精心策划的骗局。2月12日，这是弗洛伊德被困的第13天，他已经有1个星期没有进食了，没有人知道他的情况如何。而此时，救援竖井达到了15米，两侧需要不断的支撑住才能避免倒塌。然而，随着竖井越来越深，两侧坍塌已经不可避免。
矿工们开始疯狂地横向挖掘，希望能够尽快找到弗洛伊德。终于在2月16日，救援人员花费了17天，进入到了沙洞的通道，而迎接他们的便是弗洛伊德的尸体。后来根据验尸官的说法，他死于被困的第14天。由于竖井面临坍塌的风险，救援人员并没有当场就带回弗洛伊德的尸体，家人则在洞口为他举行了葬礼。2个月后，河马不愿意哥哥以如此扭曲的态势长眠于地底下，于是他自己找人重新打开了竖井，挖了一条新的隧道。终于在4月23日，弗洛伊德的遗体被带回自家农场，进行防腐处理后埋葬在了水晶洞。然而事情到这儿还没有完。1927年，哈利·托马斯医生搞投资买下了水晶洞，他擅自挖出了弗洛伊德的尸体，将他放在水晶棺材当中，以此吸引游客前来水晶洞一睹他的遗体。哈利还在旁边立了一块墓碑，上面写着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洞穴探险家。可俗话说树大招风，1929年3月18日晚上，小偷光顾，偷走了弗洛伊德的尸体。在警犬的帮助下，尸体后来在附近的田野当中被发现，可他的左脚却不见了。后来直到1961年，猛犸洞国家公园收购并关闭了水晶洞，终于将弗洛伊德的尸体重新安葬于公墓中。自此，这位洞穴探险家才能够真正安息。还记得那位采访到弗洛伊德的小记者吗？后来凭借报道，他获得了普利策奖。在这场悲剧当中，有人赞叹弗洛伊德的勇气，也有人批评他的鲁莽，当然也有人吐槽救援行动没有正确的规划。但不知道弗洛伊德在洞穴当中苦苦挣扎的时候，听到洞口嘈杂的吵闹声会是一种怎样的心情？果然是人类的悲喜并不相通。只可惜弗洛伊德为了在洞穴进程当中拔得头筹，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。这是个人的悲剧，也是时代的悲剧。那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各位对于弗洛伊德有什么看法，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。如果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，也别忘了点赞、收藏和转发。我是正正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